朝圣之路第4天，今天摸黑就出发了，走了将近13公里。走到这里之后呢，这里有岔路，没想到一走进 Ponte Vedra 就遇上了圣州的第一个盛大游行。本来只想沉醉在一个人的徒步，却意外撞中了这个古城的宗教盛事。我还爬上了有500年历史的教堂顶楼，俯瞰这个像迷宫一样的中世纪红瓦屋顶。你好，我是艾勒森，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，欢迎订阅。让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现在是7点35，我check out了，现在我要出发了。这个早晨遛狗的女士告诉我往那边走，少走一些楼梯，所以我现在跟着她走。她刚刚说如果我往那边走的话，就要上坡再下坡，现在我直接就下坡了。好棒，好暗哦，很容易错过路标。拿出头灯，现在继续走。在这里，为什么7点半天还这么暗，而且没有什么人啊？OK， 现在是7点55，问题是这么黑，我要走这条路，我有一点犹豫，我应该会等人跟我一起走。好幸运的，等了几分钟而已，后面就有几个朝圣人，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走。我们是 Yes, that's correct. 遇到3个乌克兰年轻人，跟他们一起走。他说他们昨天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在一个 bar 那边睡了整个晚上。然后今天一早出发，我跟他们核对了时间是没错，都已经快8点了，但还是这么暗。后来才意识到，原来那一天改了夏令时间，所以太阳跟生理时钟才快要7点而已。走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天才慢慢亮起来。早安啊，马儿。另外一只也来了啊！呀 So cute. 你好，Hola。终于遇到了传说中的拉风章了，还有卖一些手工饰品。现在在弄我的，加它。You finish. You finish. You put the color. Buen día. 我还放上一个小小的贝壳。然后在这里涂上颜色。哇，今天的这一段路很美，尤其是这个时候阳光洒下来，很漂亮，很有层次。然后也开始温暖起来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应该只要走11公里，所以我想慢慢来，不用赶时间。尤其是好不容易离开了一些比较城市的地方，走在山林里面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分多金。走到这里之后呢，这里有岔路，2条路都可以到达同一个地方，但是看起来这边是走在马路上，然后这边呢，以图案看起来是走在一些比较森林小径啊、流水啊、民房，还有一些木桥，所以我选择走这边。没有错诶，走进来之后呢，这条路是有一些溪水啊、森林，然后还有一个圣母像在这里，好可爱哦。现在我要穿越这个古桥的下面，从那个森林小径出来了。如果刚刚我是选择另外一条路线的话呢，就是会沿着这条马路一直走到这里，会比较快，但是也比较无聊。
幸好我选了这一条。现在快要12点了，我到达了 Pont de Feta。哇，我走到老城区了，现在好有感觉哦。哦，这是？难道这就是有名的教堂，但是正在维修吗？太可惜了吧！记录一下，4个多小时，走了8 miles， 这就是我今天入住的地方。然后那里有游行要出发了，所以我赶快放行李，然后出来逛。放好行李之后，刚好遇到队伍，好幸运哦！我是特地选在复活节期间来走 Camino 的，就是想要亲自感受西班牙的圣周气氛。虽然是刻意的安排，但是要这么幸运的刚好在圣周的第一天，刚好走到这么有气氛、这么传统的过节小镇，全是运气。今天是圣枝节，街上挤满的人，大家都穿得很正式。小朋友也被父母抱得高高的，好让他们看得清楚。有一些是3代同堂一起出来参加游行，看得出来这并不是来看热闹而已，而是刻在生活里、家庭里的传统。圣枝节主要是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当时的群众拿着橄榄枝欢迎耶稣进城。现在我们也拿着橄榄枝，对着被举得高高的耶稣像挥动，重现了当年在耶路撒冷的场景。神父还会向民众的橄榄枝洒上圣水作为祝福。这个马灯超好的，他给我一支橄榄枝，然后还带着我到处看，告诉我哪一个位置比较好。这个马镫分了一支被洒过圣水的橄榄枝给我，马上我就从原来只是站在旁边观看的游客，瞬间就变成了游行的一份子。小小的一个举动让我觉得超感动的，而且有被祝福的感觉。排队买冰淇淋，这间看起来生意很好，不晓得是唯一一间星期日有开的，还是什么有名的老店呢？刚刚看了一个老先生吃的，味道很像，很好吃。我问他是什么，结果他就帮我点了这个2块半欧元。从照片看起来非常美的教堂，现在围起来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不过这个广场很漂亮。广场的旁边有一个室外的咖啡厅。这是我朝圣之路的第4天，到目前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配合他们的时间来作息、来吃饭，因为我每次想到差不多要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要关门，或是说等我要准备要吃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开始，总之就一直错过他们的时间，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好好去一间餐厅吃饭。来到这个教堂的话，可以来这个柜台付1欧元，然后就从那个楼梯爬上去那个塔，这里还可以顺便盖一个章哦。然后里面很小，所以每次只能让1个人进去。我先上去看风景。上来了，哦，哇！这座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已经守护这个古城500多年了。爬上了100多个阶梯，来到顶楼之后，俯瞰整片中世纪留下来的红瓦屋顶，还有石板路，瞬间有穿越时空的错觉。然后其中一层进来是这样子的，哇哦，放了2盆花，意思是说不可以过去吧？然后另外一层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看，这里就像是一个小型博物馆。哦，耶稣！这座教堂可以上天台之外，它的外墙石雕也超有戏的。仔细找一下的话，你就会找到哥伦布、住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，以及这个我觉得超可爱的戴着眼镜的圣人。刚刚 check-in 完了，他说避免有床虫，所以叫我们喷这个在包包跟鞋子。这里很不错，房间也很多，我是睡这一间。进来这里呢，有外面可以晒衣服，
所以我们可以出去晒太阳干嘛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locker 也是用密码的，不用钥匙，所以方便很多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餐厅、厨房，还有贩卖机。在 hostel 遇到另外一个朝圣者在画画，他说他一天画一张，作为他的朝圣日记。他用画画来记录他的行程呢，从他波多开始，然后每天画一张，好会画哦。他跟我说他以前也不会的，他4个月前才开始画。我说你少骗人了，你不要跟我说你4个月前不会画画。他说没有啦，年轻的时候也会画，只是30几年没有画了。哦，好羡慕哦！哦，that's it。他也鼓励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记录我的朝圣之路。受了他的鼓励，我也想要开始学习水彩画。最后买了一份 kebab， 这一套餐是6欧元。第4天的朝圣之路完美结束，我还有更多内容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